俄罗斯最近修改了国家安全战略，把美国和北约看成是主要敌人，强调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为反击北约的军事压力，俄罗斯强调大力发展包括高超音速导弹、波塞冬核鱼雷和核动力巡航导弹等杀手锏武器。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展现了什么样的智慧？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俄罗斯它修改了国家安全战略。那么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呢，可以说是指导俄罗斯这个国防发展的以及重大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文件。它这个文件呢，基本上是5年换一次。那么这次它有什么变化呢？第一，敌人或者对手没有变化，谁呀？北约和美国。这个对手原来5年前就是确定美国和北约是对手。那现在呢，仍然是这样的，但是它有一个什么重大的变化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俄罗斯说呀，在这5年期间里边，美国在军控问题上是大幅的倒退啊。第一就是美俄之间的这个中导条约，美国给撕毁了。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双方签订了都不发展陆基的射程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这样一个中短程的弹道导弹。那现在美国说我要撕毁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俄罗斯发展了。俄罗斯说我没有发展呢，他说了伊斯坎德尔导弹呢，那俄罗斯说我这个只打490公里不到500公里美国说什么呢？说你加点燃料不就达到了吗？那废话呀，我加燃料了吗？对不对？那这个就等于是美国故意的，就是要找茬，我就是要找个理由，我不参加了。所以，那既然美国不受这种的束缚了，那俄罗斯干嘛还自己束着自己的手脚所以他就说，那我被迫也得撕毁吧。所以俄罗斯也退出了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那这样一来，双方就在这个中短程导弹里面展开了新的军备竞赛了。比如说过去大家比较熟悉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为什么能发展呢？它射程2000公里，按说是在500公里以上，5500公里以下，对吧？不能发展，它是从潜艇发射的，它是从水面舰艇发射的，它不是从陆地发射的。所以这样一来，它就可以把这个战斧导弹放到陆基上，我放在德国，我就瞄着你，对吧？或者我放在波兰，我就瞄着你，那这个就是违反条约的。或者说，咱说它要放在日本呢，照样可以打到你俄罗斯去，对吧？威胁你俄罗斯所以这就展开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这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了，你这个北约国家造不了吧？从我美国买对不对？你防不了俄罗斯的吧？这些防御系统从我美国买这不是符合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吗？所以美国先把这个撕毁了，接着又把开放天空条约给撕毁了。本来双方的军用飞机是可以进入对方的领空按着一定航线来侦察对方的导弹发射井，来侦察对方的这些大面积的或者大规模的部队调遣。现在不行了，现在美国说我有卫星，我看那干什么？我不看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军机就不能进入美国的领空，那美国的当然他也不用进入俄罗斯领空，这给谁带来麻烦呢？给北约带来麻烦的你比如说德国或者是英国还有法国，那我看不到俄罗斯，因为我没那么多卫星那怎么办呢？对不起，互不信任不是吗？这样大家就要互相防范，那又得从美国买武器或者买情报，这美国又得利了。所以俄罗斯说，你看现在美国在军控问题上倒退了吧？再有一个，不断的把这个演习的规模扩大，不断的把这个兵力东扩就是北约东扩向俄罗斯的家门口放。你比如说这次海上威风演习就在乌克兰，就在黑海里面，本来这都是俄罗斯的后院现在一下弄来那么多的国家在他的家门口搞演习，那堵俄罗斯，那俄罗斯他不难受吗？本来是安全的地方，那现在搞成一个自己的这个前沿阵地了乌克兰弄一堆飞机这个舰艇，然后美国、英国舰艇轮着来因为它有这个限制的，在这个黑海里边，比如说美国你只能来1艘舰艇，基本上是1万吨所以它不能把航空母舰开过来。所以你看，今儿美国，明儿英国，后天这个像比如说意大利它反正是本约的国家轮流来，等于是你一个人和这么一个
团队轮流的去拔河，那不把你耗死啊？所以呢，这也是美国一招。所以俄罗斯说，他们现在对咱们的挤压越来越厉害。我们在这个文件里边要明确我的敌人是谁，然后我用采取什么办法。比如说俄罗斯说了，那我就得发展核武器啊，你到时候只要使用核武器，我也使用核武器；你不使用核武器，我可能都使用核武器。所以一定要发展核武器。你看俄罗斯在这个文件里面就明确了，还有一个我要发展相应的武器装备。当然，它不是完全和北约、美国进行比拼，就是说什么呢？你发展这个两型隐身的战机，我也发展两型隐身战机；你发展11艘航母，我也发展11艘航母，那不把俄罗斯经济全拖垮了？所以他说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发展的什么？核鱼雷，就咱们上次讲那个波塞冬啊，核鱼雷。我还发展海燕什么呢？核动力的巡航导弹，那打起来是不是？飞到哪儿成问题啊？再一个，我发展高超声速导弹，我让你美国的这个防弹背心不管用，所以俄罗斯在这些文件里边强调了相应的这些问题以及未来的这些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俄罗斯这次就是国防发展战略或者国家安全战略里边的最大变化。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